在中国的西藏的雪山下呢，藏着一座巨大的史前避难所。不管外界的风云是如何的变幻呢，那避难所里的人都可以安安稳稳的繁衍生息。那么这个史前的避难所是否真实存在呢？相传这处史前的避难所呢，是位于横断山脉内，隐藏在3大雪峰的河谷之间。它是喇嘛们守护了几千年的史前天国。而发现这个神秘区域的呢，居然是一位美国的探险家。他不仅呢探索了已经消失的神秘古国，而且还找到了传说中的藏地奇书。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故事西藏雪山史前避难所。以下的故事呢非常玄幻，大家理性观看。Hello， 大家好，少年感的宇哥来喽。Hello， 大家好，我依旧是大家眼中的小唐。我们这期节目开始会进行抽奖活动，详情请见节目最后介绍哦。横断山脉呢，地处于四川、云南、西藏3个省份的交界地带，是一条很少见的南北走向的山脉，平均的海拔呢是在4000多米以上。它们组合在一起呢，就像是一本书，紧凑呢而又绵密。横断山脉呢是世界上已知起源最早的高寒生物区，也是高山物种形成与分化的一个摇篮。其历史呢可以追溯到3000万年以前了，是全球最古老的高山植物区。在这个历史悠久的地方居然藏着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引起了一位名叫约瑟夫·洛克的美国探险家呢去到了那里。故事呢就要从1922年开始讲起了。约瑟夫·洛克呢不仅是探险家，而且还是一名出色的植物学家。他毕生所追求的呢就是寻找到更多的珍稀植物。在上个世纪初呢，美国正遭受麻风病之害的时候呢，一位美国的医生呢从一部中国的医学典籍丹溪心法中而得知，在藏地康区出产的那个大分子油对麻风病呢是有疗效的。于是呢，在美国农业部的安排下呢，洛克呢就带人去了中国的横断山脉也就是西藏与云南的交界处。因为在那里就生长着大分子树，只是很多人都以为它已经灭绝了。但是洛克呢却不负众望，找到了这种植物。紧接着呢，一件离奇的事情让他对这片土地有了改观，从而影响了他的一生。当时的洛克呢决定在中国西南的边陲上多待一段时间，目的呢就是想要找到更多的珍贵植物。而他居住的地方呢就是现在的玉龙雪山那一带。某一日洛克在雪松村与当地的纳西人一起举行了一场篝火晚会，这也是纳西人的传统的火把节。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呢，忽然有人注意到有4对正在翩翩起舞的男女忽然不见了踪影。一开始呢，所有人都以为那4对小情侣去找了一个没人的地方约会去了。可是直到篝火晚会的结束呢，那4对小情侣都没有露面。当天晚上呢，他们所有人就找遍了所有地方，火把呢一夜都没有熄灭，一直找，找到了第二天一早呢，他们才找到了那4对男女。你猜怎么着呢？原来找到的居然是他们的遗骸，是被挂在了一棵大树的树枝上。当时看到了这一幕的洛克呢大吃一惊，不过村民们却看起来一点都不惊讶，他们都只是说这是一场殉情。村民们就说如果一对情侣不能够在人间自由的在一起他们就会选择用这种方式呢永远的相伴。他们认为在遥远的雪山之巅呢有一个叫做玉龙第3国的地方，而殉情的情侣呢可以在这里重逢。于是呢，这个纳西族的祭司也来到了这里。祭司呢被当地人称为东巴。那东巴以大祭风的仪式呢为这4对恋人进行了超度，而风的意思呢就是风鬼。东巴就说呢，这些殉情的死者呢都会变成精灵，要去往玉龙第3国的，所以东巴要引领着他们去到那个美丽的地方。那玉龙第3国呢是雪山里的爱情天堂，是无数的纳西男女心目中青春和恋爱的归宿。他们都坚信呢，在这片冰天雪地里面有一个人间仙境，名为雾露油翠锅。传说在这个人间仙境中呢，有一对恋人，一个骑着红虎，一个驾驭白鹿，率领着一群野兽和灵鸟呢，在空中拉着琴弦，在云里呢唱着歌，不停地呼唤着世上悲苦难脱的有情人。只有那些为爱而去世的人呢，才能够来到这里。在这里呢，他们可以自由地相爱；在这里呢，他们可以长生不老；而在这里呢，他们可以脱离尘世的污染与痛苦。而洛克对此呢，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就开始思考这个玉龙第3国是否真实存在呢？于是呢，他开始翻看了一些东巴教的经卷，却突然发现映入眼帘的不仅仅是汉字，也不是藏文，有一些玄奥莫测的象形文字，就像是古埃及的一些圣书一样，是纯粹的象形文。
而东巴书写的方式呢，也和埃及的祭司啊有些类似，每一位东巴的书法和笔体呢还都不相同，只有他们的教派才看得懂。那么经卷里到底记录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在这个偏僻的山谷中，怎么会有那么多神秘的文字和宗教以及民族呢？于是呢，洛克就分析了一下玉龙第三国的地理位置，他就觉得呢，在神农架和横断山脉之间呢，是一个非常适合史前动物和植物生存的地方。那里的雪山很高，山谷又很深，再加上南北走向呢，一旦冰川时代到来啊，所有的史前动植物都会顺着这条路而来到这片呢雪山的山谷之中。而且这里的温度还很高，水资源充足，有一个自己的生态圈在里面，所以即使是世界末日来临啊，所有的动植物呢都可以在这里生存下来。或者有没有一种可能啊，曾经有一个远古文明呢，也是从别处逃到了这里呢？这也就能说明为何汉族有昆仑山的信仰，印度呢有须弥山的信仰，而藏族呢有香巴拉的信仰。而纳西族人说啊，玉龙第三国呢就是由3座雪山环绕的山谷而组成的，因此这里呢和洛克想象中的史前避难所的环境啊就非常的相似了。于是呢，洛克就开始收集大量当地的风土民情资料，还将纳西族的东巴祭司的超度仪式啊用胶片完整的记录了下来。这一调查呢，还真让他找到了一个神秘的古老国度，名叫穆里王国。而穆里国呢是一个教政合一的小国家，当时呢是由喇嘛统治和管理的。在建县之前呢，穆里是一个土司的地盘，即穆里宣慰司。根据历史记载呢，秦昭襄王23年，也就是公元前285年的时候设官制，所以这个小国其实就是一个土司。秦朝土司制度呢，就是在边陲建立一个土司对当地的民族群众呢进行管辖的，这是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一种行政制度。而这个古国呢是位于密林的深处，在地图上呢也很不容易被找到。那穆里呢在藏语中呢是蓝色月亮山谷的意思。在中国历史上呢，古代和现代的战火从未波及到过这里，而这里的人民呢一直都过着与世无争和安逸的生活，信奉这里的土司为国王。而且这个地方的等级制度还非常的严格，贵族一生呢都是贵族，而奴隶一生呢也只能是奴隶。在那个时候穆里的律法非常的严厉，但那里呢也只是对低级的人严厉而已，对高级的贵族就没有这样的惩罚了。这个在我国国土上存活了2200多年的神秘国度是历史上消失时间最晚的一个国家之一了。想要进入大雪山找到玉龙第三国的所在呢，就要经过这一片区域了。不过呢，穆里境内的强盗土匪遍地若无穆里王的庇护呢，谁也别想全身而退。得知这一消息之后在1924年的1月呢，洛克就离开了丽江，经过泸沽湖到永宁，进入了穆里王国。没想到穆里王竟然写信过来告诉他说呢，去玉龙第三国的风险太大了。言语虽然委婉但摆明了就是让洛克离开这里。于是呢，这一次的探访居然失败了。但洛克并没有因此而沮丧，而是继续关注着穆里国的动向。在2年之后呢，年迈的穆里王呢因患水肿而病逝了。他的亲弟弟向此称扎巴刚呢继任了穆里王之位。那这位新上任的土司呢，比他死去的哥哥还要热情好客。而2年前呢，正是他的哥哥礼貌地拒绝了洛克的拜访。新的穆里王呢，却对洛克的到来充满了期待，而且还有些迫不及待地想要和他见面，因为呢，他想要通过洛克呢了解到更多外面世界的信息。于是洛克也非常看重这次与穆里王的见面呢。当天呢，他打扮得非常精美带着给穆里王的礼物是一把步枪和250发子弹。另外呢，他还带来了4个随从一个是从泰国带来的小男孩，一个呢是藏族的大厨，以及2个纳西族的随从。他们呢当时都穿得非常得当。见面的地方呢就是穆里大寺的穆里王宫殿，那是一栋用泥土和石头建造的巨大建筑物。在王宫内的一间寝宫里面呢，洛克呢就见到了穆里王，也就是向此称扎巴刚。他当时呢36岁身高1.8米左右，体格魁梧，穿着一件大红袍子，脚下呢踩着一双刺绣着丝绒藏式的靴子，风度翩翩，面容的和善，笑容还温和，举止得体。而穆里王当时就对洛克从美国赶来表示了感谢。穆里王就说呢，穆里很穷，但从来没有美国人来过这里。穆里王在皇宫里呢待的时间太长了，对自己的管辖范围外的事情根本就不了解。也许是因为刚刚上任他就对洛克充满了好奇，想要知道更多关于西方世界的事情。于是他就问这个洛克
能不能从墓里骑马呢走到华盛顿呢？还问他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现在有没有结束呢？中原现在是皇帝的天下还是谁的天下呢？他还问洛克能否算出自己有多少时间可以活呢？更令他好奇的是洛克戴着的那副眼镜嘛，他还问他是不是能够看穿一切东西呢？而穆里王显现出一副求知若渴的样子呀，想要了解到整个世界。他还吩咐总管喇嘛呢，将几张泛黄的老相片取出来啊。于是呢，有几位大臣啊，一张一张的递给了洛克。第一张呢，就是在华盛顿白宫的一张餐馆里拍的，然后呢，就是温莎城堡啊，挪威海湾。最后一张照片呢，是一战前啊，一个被人们挤得水泄不通的德国的啤酒屋里拍的。洛克尽可能的都回答了穆里王的问题啊。而洛克在他的日记中呢，就感叹到说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呢，照片可以反映出西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穆里王呢，似乎对我说的话非常有兴趣，他一边听啊，一边微微点头，但他具体呢有没有听明白啊？他说我也不清楚。而穆里王明显对洛克给他的新式步枪和弹药一点都不感兴趣，而是更想和他谈一谈啊外面的世界。3天后呢，洛克就准备返回自己的住处了。热情的穆里王还派出了亲卫啊，将他们送出城外，并让人呢为他们准备好营地。洛克呢对自己啊在1924年的穆里王之行啊很是满意，到现在呢他说他都无法忘记。但穆里王呢还是没有松口啊，放洛克呢去寻找玉龙第三国。洛克说呢，他只有继续等待了，等待一个时机。那在等待的过程中呢，另一座啊叫做阿尼玛钦的雪山呢也引起了洛克的注意。这座雪山中呢有一座名为禅定寺的古寺庙，洛克在里面啊找到了一处藏经阁，那里就存放着无数的经卷，尤其是有2部呢卓尼大藏经。所谓的大藏经呢，就是藏文佛教的典籍啊汇编成的总称，主要是记载释迦牟尼的训诫以及最早的佛教的经文。里面不仅有印度古代的历史、宗教、哲学、文化等方面的资料呢，还囊括了文学、艺术、语言、天文、历法、医学、工艺、建筑等各方面的知识，并记录了许多上古时期的奇闻异事。毫无疑问呢，它是一本真正意义上的藏文百科大全。因为汉藏同出一源嘛，所以许多的学者都认为啊，这部卓尼大藏经呢，可能就记载了古代的汉藏史，或许可以帮助我们解开呢《尚书》《山海经》等啊古籍中关于夏商三皇五帝时期的奥秘。而洛克呢，把这些大藏经买了下来啊，整整装了92箱，托人呢送回了美国。但是在1928年甘南战争中呢，这座藏经阁呢却被一把大火呢焚烧殆尽。而唯一留存下来的这一部大藏经呢，现在被收藏在美国华盛顿的国立图书馆里面，正是洛克运回去的那一部。在1928年的下半年呢，洛克计划再度访问玉龙第三国，他再次向穆里王呢求助。起初穆里王很高兴地同意了，并把一切都安排了妥当，派出了一位喇嘛随行。但当他们还没有到达这个道城的时候呢，就有一位信使又送来了一封来自于穆里王的信，而且还嘱咐他们说啊，有土匪德拉什喷怂呢写给穆里王了一封信。穆里王让这个洛克打消寻找玉龙第三国的计划。原来是这个贡嘎岭上的土匪头目说他知道洛克已经到了穆里了，洛克要是再敢踏足他的领地他不会再听穆里王的话，一定要抢劫并杀掉他们。他认为洛克等人来呢是得罪了山神，因为就在他们上一次来过2次雪山考察之后呢，山神突然暴怒，而下起了一场大冰雹，把这个麦田里的庄稼呢都给毁了，所以他们很生气。而洛克也很清楚这帮土匪的残忍，所以他当时就听从了穆里王的建议呢，而放弃了来穆里王国了。那从这一刻起呢，玉龙第三国的大门也永远的对洛克关闭了。所以到底有没有史前庇护所呢？而英国的作者詹姆斯·希尔顿以洛克发表的一篇文章为蓝本呢，写了一本名为《消失的地平线》的小说。这本小说讲述了4个外国人在一次意外中坠入了中国的神秘国度香巴拉里面，并经历了一系列神奇的事件。香巴拉呢，就是洛克记载的贡嘎岭，还有穆里王国。那纳西族所说的玉龙第三国呢，汉族呢称其为道成亚丁，而藏族呢称其为贡嘎日松贡布。在藏语中呢，雪山有2种说法，一种叫做喀，是见到太阳就会消融的积雪，而另一种叫贡，是常年不化的积雪。而嘎呢是白色的意思，日松贡布呢就是守护神山的意思。所以呢，贡嘎日松贡布呢就是一座常年被冰雪覆盖永远不会融化的白茫茫的一片护法神山。据藏民们所说
这里被3座主雪山守护，而这3座大雪山呢，就像是3位神使，将稻城亚丁呢牢牢地保护其中，是一片绝对的神圣净土。行走在山谷之中呢，我们可以看见苍翠欲滴的森林啊，白云缭绕，雪峰圣洁如同仙境。而河谷中呢，有乳白色的珍珠湖泊，罕见的高原湿地，还有各种珍稀的野生动植物。传说只要继续深入呢，就可以在这里找到香巴拉的大门。而3座雪山呢，已经存在了几千万年了，谁知道这冰山之下会不会真的埋藏着一个古老的文明呢？或许真的如喇嘛所说啊，香巴拉呢从来都没有消失过，一直都在静静地等候着末世的来临，希望呢去拯救更多绝望中的人们。那么大家认为啊，这里是不是传说中的史前避难所呢？好了，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期内容大家还喜欢吗？喜欢的话点赞留言支持我们一下哦。我们会在每集节目下方留言当中选出一位幸运的粉丝哦。奖品的内容呢，就是宇哥之前讲过的一些书籍，还有小唐抱过的娃娃。那我们的抽奖的审核标准是什么呢？抽奖的标准呢，就是我会在每集下方留言当中选出一个我最喜欢的留言，所以大家要多留下精彩的留言，吸引我的注意哦，没准下个粉丝就是你呢。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拜拜。